美菲模拟击沉中国军舰，连续6发没打中，在这方面，他们与解放军可差得太远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强少。近日，美国与菲律宾进行的肩并肩联合军演，终于开始了实弹打靶的环节。为了威慑中国，《华尔街日报》和 CNN 都把海马斯火箭炮攻击靶船说成是模拟击沉中国军舰。据报道，美菲进行了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的发射演练，其目标是击沉菲律宾西海岸外一艘退役的船只。美国人声称将向中国发出在台湾岛南部周边活动的中国船只可能很容易被击沉的信号。岛内媒体也是非常的受鼓舞。东林新闻报道的标题是美菲肩并肩军演，一日菲国最北岛，成保台最前线。可见美台军事勾连对台独势力的影响。用火箭炮反舰原本只是解放军的独门绝技，美国人现在还真的想模仿一把，于是呢，当着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的面展开了这么一场用火箭炮攻击靶船的演习。然而演习场面给了美国一记耳光，证明他们还真的不是这块料。美国演示了海马斯火箭炮打击舰艇的整个过程，没想到连续6发制导火箭弹打出去，1发都没有命中目标。其实参加这场打靶演习的还远远不止海马斯，还包括菲律宾的 FA-50轻型攻击机、美军的 F-16战斗机、F-35隐身战斗机以及眼镜蛇式武装直升机。菲律宾空军随后出动了 FA-50轻型攻击机，发射了小牛导弹，虽然命中了靶船，但是如同挠痒痒。最后还是 F-35投下的滑翔炸弹发了威，成功的将这艘轻伤的靶船送入海底。目睹全过程的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表情看着很严肃，甚至可以说是脸色铁青。总体而言，这次演习未能立威，反而证明美军的反舰作战实力是过于脆弱。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远程火箭炮反舰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做到的，美军还真玩不了。这次菲律宾的靶船在海上移动的速度非常慢，几乎就是静止的，美军的海马斯都打不中，充分证明其火箭炮没有打击移动目标的能力。解放军的远火在台海进行的演习中，却能成功的上演了对移动船只的火力覆盖。如果双方制导的方式没有太大不同，只能说明两国的远程火箭炮的反应速度、命中精度、火力密度和指挥控制系统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何况中国的远火的射程远远超过海马斯。要提升火箭炮的反舰能力，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开发激光制导的火箭弹，由无人机对目标进行照射，这对中美来说都是可以做到的。现在不排除中国的火箭炮已经有了更先进的制导方式。我们要注意，火箭炮反舰原本就不是主流作战样式，没必要开发更专业的反舰导引头。另外，海马斯的射程也只有70多公里，而中国火箭炮的最远射程超过400公里，明显拥有更高的战术价值。另外，证明美军反舰作战仍然依赖传统的滑翔炸弹。很多人不理解，美军为何不发射反舰导弹来打击靶船呢？原因就是不擅长。美军现有的主力反舰导弹还是鱼叉，而鱼叉呢又是一种亚音速的反舰导弹，在现有的防空反导系统面前，其突防能力堪忧啊。由于美军多年来一直拥有海上霸权，因此仍然习惯性的通过投掷滑翔炸弹来反舰。用炸弹反舰很难命中船体，但是一旦命中，其爆炸威力呢比较大，仍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反舰手段。只不过这种作战样式，如果面对中国这样的海军强国，其成功的可能性极低，因为中国海军的舰艇根本就不可能让敌机靠在跟前投掷滑翔炸弹，
而菲律宾军队发射的小牛导弹打军舰虽然可以，但是爆炸威力和射程也都不足为虑。总体而言，美菲联合军演虽然轰轰烈烈，但是在战术层面没有什么亮点，反而暴露了美军反舰作战战术及其武器装备的落后。打一个没有防空能力的靶船都费劲，美国海军还是好好反省一下，小心真的与解放军发生冲突，会被打得满地找牙。因为他们的反舰作战能力真的是太落后了。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